迫于此轮巴以冲突局势的加剧升温，美国政府高层近日密集宣称，将在数日内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提出一份据称更加详细的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的提议。按照美方说法，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现在已经到了做出艰难选择和艰难妥协的时候了。外界认为，美方当前在巴以问题上表现积极，给总统拜登打造外交遗产的意图不言而喻。此前，美方相关方案从相对公正到逐步显露出偏袒以色列的本色，也令外界对其即将出炉的这份最终方案充满疑虑。当地时间9月10号晚，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同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参加由美国广播公司在费城举办的电视辩论。谈及巴以冲突，哈里斯表示将捍卫以色列的自卫权，而特朗普方面继续攻击哈里斯。What we know is that this war must end. It must end immediately. We must chart a course for a two-state solution. She hates Israel. At the same time, in her own way, she hates the Arab population. He's trying to again divide and distract from the reality. 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其在此轮巴以冲突上的立场变化明显，逐渐转向与拜登完全一致的立场。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还认为，内塔尼亚胡升级加沙战事有助于特朗普的选情。Trump in general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particular are innately pro-Israel and don't care about settlements for the most part. So if they're elected, I think Bibi feels he'll have a free pass in many ways, at least for a while, on the Middle East. 外界注意到，美国正急于再次提出加沙停火新方案。当地时间9月7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英国伦敦宣称，作为参与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美方谈判代表，他正与在埃及和卡塔尔的调解人合作，完善由拜登总统在5月提出的停火与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并使其成为一个足够好的方案。不过，针对美方即将推出的更新版停火协议，就连美国政府内部都不乐观。有美国官员坦言，白宫内部感到悲伤、不安和沮丧。我们仍在努力，但短期内不会提出任何提议。我们处境艰难。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号就称，90%的方案内容已获得以色列和哈马斯认可。此言一出，立即遭内塔尼亚胡否认。No, it's exactly inaccurate. So that's just a false narrative. 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以色列内阁仍在讨论双方互换人数比例、巴方获释人员名单以及获释人员能否重回加沙地带等。对于内塔尼亚胡的回应，拜登似乎已经开始失去耐心。Mr. President, if you think it's time fo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o do more on this issue, do you think he's doing enough? No. 内塔尼亚胡也针锋相对。I don't believe that either President Biden or anyone serious about achieving peace and achieving the release would seriously ask Israel to make these concessions. We've already made them. 然而，美国看似给以色列施压，彰显调解人身份，实则仍在充当以色列的帮凶。上个月，美国批准了对以色列200亿美元军售，其中包括50架战斗机和先进的空对空导弹。数据显示，自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通过500架运输机和107艘舰船，向以色列运送了超过5万吨武器和军事装备。对此，以色列前政府官员丹尼尔·利维就表示，因为只要美国提供武器，内塔尼亚胡就会觉得自己赢了，可以一如既往地左右美国。If you want someone to stop a war, you supply him with more arms and more ammunition. I don't know this kind of logic. 确实，美国现在这个站位是非常矛盾的啊。它的基本的原则是全力以赴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就基本上以色列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呢，有时候他要做点姿态，所以他现在处在很尴尬的一个位置。无原则的偏袒以色列，对他是有压力的。但是从就是整个美国的意识形态、国家利益、
基本上还是站在以色列这边的。所以美国的利益矛盾导致了表面的两面性。在当地时间的9月10号，我们看到特朗普和哈里斯进行了2个人的首场辩论。当然，外界评论说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场了啊。那么2个人呢，也对这个巴以相关问题进行了辩论。我们知道，哈里斯之前在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的时候，态度非常强硬，说啊，我们坚决不能再容忍这种人道主义危机发生了，要立即停火。但后来呢，逐渐的走向拜登的立场，要跟拜登完全一致。您怎么来解读哈里斯的表态？民主党政府对以色列相对来说会多一些约束啊，毕竟他们在这个他们的国内诉求中，他们有更多的有关人道主义的这些诉求啊，他们不希望事情做得那么难看。哈里斯总体来讲，如果他当选的话，我相信他会对内塔尼亚胡施加更大的压力，就是说他不会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他们会逼迫内塔尼亚胡做更多的让步，甚至可能会要求换人。这次辩论当中，我们看到特朗普也发表了他对目前当前这个巴以冲突的一些看法。在前几天啊，他在参加这个竞选活动的时候说，如果哈里斯当选下届总统的话，那么以色列可能就会灭国了啊！您怎么来看？当前美国对于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样的一个命题本身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伪命题，因为美国并没有一个国家层面对于以色列或者说对于更广泛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是完全的党派化。那么对于民主党而言的话，至少在表面上仍然在坚持着所谓2国方案来解决当前的巴以问题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路径，但是对于共和党来讲，特朗普的第1任期内，我们看到他塑造出了一个完全的单方面的对于以色列毫无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偏袒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路径，而这样的一个政策路径被整个共和党延续了下来。所以如果未来是共和党上台，那么对于以色列而言，近乎是完全解除了全部的一个外部的压力。在此轮巴以冲突愈演愈烈的当下，我们注意到拜登政府可能又将推出有关加沙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的所谓的最终方案啊。说到最终方案，就跟此前的他提到了3步走的方案，包括过渡性的协议。这个所谓的最终方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拜登政府最近已经不大可能，内部人员都很悲观啊，很悲观啊。这个一方面，舆论认为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区的这些有影响的集团之间没有共识的情况下，美国的提出方案也没有意义。如果要让以色列强迫去执行一个美国的方案，那么美国必须要给出一个足够高的对价，来让以色列做出相关的妥协。但是实话实说，在过去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美以的互动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可能。那么在当前的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能做的就是要向外界来描绘一种谈判仍然在继续，并且仍然能够取得一定积极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仅此而已。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当事人，大家不愿意去这个做出根本性的让步，所以说现在你说像美国，它只能不断的变换词儿，比如路线图、最终方案，也可能未来会有个什么最后解决方案，或者说这个前景预测方案，它一定会不断的变换外交辞令，但是终究是换汤不换药，因为2个打架的双方当事人没有办法真的在短期内弥合出这个分歧。所以说，任何的方案再换名字也没什么用。巴以冲突的反复映射出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矛盾的交织，以及国际社会调停的复杂性。那目前局势之下，突破点可能在哪里呢？我觉得当前的一个突破点可能更多的是在于以色列内部，因为我们知道当前的这样的在加沙冲突中，它是一个完全的非对称性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以色列作为有绝对优势的一方，实际上也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的走向有着比较大的责任。据报道，2015年，埃及曾用海水淹没拉法边境的走私隧道，并摧毁了数百座边境地带的房屋，以破坏隧道。2018年，埃及摧毁了37条跨境隧道。以色列专栏作家吉迪恩·莱维直指，内塔尼亚胡想维持在费城走廊驻军显得很荒谬，是在找借口继续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费城走廊是否驻军问题，以政府内部分歧愈加凸显。
以色列前战时内阁成员、反对党领导人甘茨日前表示，以色列根本无需出于安全原因在加沙地带费城走廊驻军，也不应以此为由阻碍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协议的达成。他还指责内塔尼亚胡向公众撒谎，为政治私欲片面夸大在费城走廊驻军的重要性。8月29号，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在内阁会议上与内塔尼亚胡就费城走廊问题发生激烈争吵。内塔尼亚胡当时展示了以军绘制的埃及加沙边境的部署地图，称地图已得到拜登政府认可。加兰特则表示，我们为了优先控制费城走廊，用被扣押人员的生命作为代价，这是道德上的耻辱。内塔尼亚胡大怒拍桌，当场宣布由内阁就费城走廊的驻军投票，最终加兰特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而后9月1号的紧急会议上，加兰特继续呼吁其他内阁成员推翻此前投票结果。据爆料，内塔尼亚胡就能否解除加兰特的防长职务咨询了身边人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陆军司令塔米尔·亚代日前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的消息，在以色列扩大战事的背景下，同样引发关注。过去3年中，亚代一直担任以军地面部队的负责人，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卸任。据报道，亚代在以军内部备受尊敬，原本被认为是以军副总参谋长之位的有力候选人。有分析认为，亚代辞职恐怕更多是出于对以色列政府和军方高层的不满。就在亚代提出辞职之前，以色列安全和军事机构内部已经出现辞职潮。接下来，以色列8200部队指挥官约西·沙利叶也计划在未来几周宣布辞职。这个部队据称是以色列当前最精锐的网络情报部队。近日发生的以色列被扣押人员死亡事件，令本已艰难的加沙停火谈判雪上加霜。费城走廊已然成为双方争执的一个症结所在。我们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军事行动的3个目标都跟费城走廊息息相关，为什么他就死死揪住这个地方不放？费城走廊因为它是连接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的一个陆路通道。就是根据以色列的观点来看，哈马斯就从下面挖地道，以色列觉得我没办法监控你，那就导致了外部武器大量的输入，最终积累成为了针对以色列的本轮的所谓的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的一个起点。所以说以色列就要求，那我未来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设的监管的军事力量。当然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在以色列国内也是有很多批评。那以色列呢，就是说可能有的观点认为不应当在这个地方设立军事力量。要么认为说国际社会反对呀，要么认为说他可能离以色列后勤补给线太远。但是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要想在未来重构加沙地带的安全政治格局，那就必然要保证以色列对于外部力量进入加沙的一个实时监管。所以说，费城走廊就变得非常关键。以色列一位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方面已经通知调解人，其同意在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的第2阶段撤出费城走廊。这样一个消息外界分析说，可能不一定是空穴来风。那未来内塔尼亚胡有没有可能在费城走廊的问题上松口？内塔尼亚胡在费城走廊的问题上进行妥协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费城走廊它是加沙地带和埃及的一个边境的地带。那么如果以军占领费城走廊，实际上它也是在单方面的改变了以埃边境的这样的一个驻军情况。对于埃及而言，它肯定会强烈的反对以色列的这样的相关的做法，并且的话，我们也知道以埃的这种和平协定，很大一个程度上来讲，它的一个核心基石就是在边境的这样的一个相关军事部署的一个协定上。以色列某种程度来讲，可能就会给整个的地区安全的既有架构带来一定的冲击。美国它作为一个斡旋人，那么它提出了在第2阶段，我让你以色列你主动的来撤离费城走廊，实际上它也是从中来找到了一个居间点。那么首先我也给你在政治上以内塔尼亚胡一定的支持，我认可你对于费城走廊关键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同时你也见好就收。那么到第2阶段，你该撤你还是要撤，撤了之后，
那么才可以来进一步的推动相关的停火谈判，那么也才能够符合各方所谓的要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要以色列完全终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这些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和关键的原则。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在费城走廊是否驻军的问题上，我们知道以色列内部也是分歧严重。吕先生，根据您的了解，这些以色列国内的极右翼，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跟军方之间、军方内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弈关系？我觉得他们强调的是不同的战术目标，因为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希望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来表明他是成功的，比如说重新控制这个费城走廊，那对他来说，他可以解释为一个巨大的政治胜利。对于军事人员来说呢，他们觉得这个军事上没有价值，埃及军队已经把它控制得很好了，真正他的这个所谓通过地下供应武器，很多是神话式的传说。现在这个以色列的军方内部离心的现象也是非常的严重，他这个陆军总司令已经宣布辞职了，会对未来的战事产生什么样影响？实际上，以色列军方和政府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分歧，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军方它本身来讲的话，和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所属的这个利库德集团，它其实关系也还是一直之前是保持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状态。那么，如果以色列军方对于当前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他的一个路线有着不同的看法，并且这种压力进一步的放大的话，那可能确实也会在党内给内塔尼亚胡带来一定的压力。以色列的这个军队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进行这种所谓的辞职，或者表达自己的这个反对声的意见，这个是很常见的，就是他军政关系不和是一个常态。这个辞职潮有2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确实当前的军事冲突来说，在以色列军队内部也引发很多问题，比如基层的指挥问题，这个指挥官他怎么提上去的？他家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背景？他的武器怎么保养的？怎么到我手里面这个子弹就供不上了？他一定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他必然会导致很多矛盾。另外一个就是说，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民众实际上是给很大压力的，就要求清查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你这个军队的情报机构，这个前线的一线防务机构怎么就没防住这个事情？所以说，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军官是所谓的戴罪立功，他是希望打完这一仗，我把这个负担卸一卸。结果没想到那个冲突越打越长，还结束不了。经过持续10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军队于当地时间6号凌晨从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撤出。那王先生，根据您的判断杰宁是否成为当前巴以冲突的一个新的焦点？以色列过去一直是经常的进入到杰宁，大体上呢就是说他派遣这个大规模的部队，根据前期的情报搜集，到这个特定的当事人家里面开着推土机，把人清出来之后，把房子给他拆了，把这个电给他剪了，其实就是以儆效尤。过去以色列的这个驻防部队的精锐部队是在约旦河西岸，大概70%但是呢，由于加沙这个冲突一爆发，他精锐部队抽走了，那么2线部队、预备役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填驻，它确实出现一定的安全真空。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以色列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犹太定居者的涌入，它使得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口和以色列人口接近一个平衡，双方的这个接触变多，摩擦变多，所以说以色列它需要不断的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清剿的方式，我们讲叫以暴制暴或者以暴镇暴，它一定是一个长期化的，但是很不幸，它也必然会推高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冲突的一个螺旋。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此前曾表示，有必要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使用全部力量。是否意味着未来以色列的这个军事行动，它的重心将从加沙转移到约旦河西岸？其实我们在过去若干年里面看到，在约旦河西岸真正对以色列发起军事意义上的挑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目前以色列从他的总理到国防部长所做的表态，实际上都是在夸大事态。他们想让国际社会看到一个面临着更大恐怖挑战的以色列政府。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约旦河西岸，老百姓都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方法在生活，想形成这种有组织的武装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地区进行军事行动都是象征性的，而且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哈马斯警告说，如果以色列继续一意孤行，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员将面临生命危险。那么他的目的主要是什么？是不是为了把以色列推到谈判桌来？
那么确实，对于哈马斯来讲的话，他的在押人员是他最大的一个筹码。那么如果他以在押人员的性命作为要挟，他很可能会丢失掉这个筹码。哈马斯本身来讲，还是在着眼于后冲突时期的整个巴勒斯坦的一个政治生态，或者说它能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那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要对外展示它是一个理性的、可以对话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它以在押人员的性命作为一个要挟，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做法。那么很有可能会使哈马斯陷入到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9月1号，以军在加沙地带发现6名以方被扣押人员的遗体。那以色列多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您捕捉到以色列民众什么样的声音？最主要的就是以色列其实社会还是撕裂了，因为本轮巴以冲突的这个延长，使得以色列的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社会生活的正常的这个规律被打乱了。与此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征兵制度引发了以色列国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他不当兵啊，那你就是世俗派的和这个改良派犹太人去当兵，这个大家就受不了了。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它有70万人到80万人，实际上这个数量在以色列已经很大了，因为以色列总共才就1000万人左右，而且战争一爆发跑了50万，所以说一下子使得它这个人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减少，这个以色列国内社会撕裂的一个状况更加明显了，这也是以色列政府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其实现在针对以色列意图扩大战事，似乎是要把它扩大到约旦河西岸，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色列的行动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最终的地区性的这个局势，美国并不是非常的关注。对于白宫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以是以色列在军事上取得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同样也可以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来达成相关的停火协议。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拜登而言，他都可以以此来进行他自我的一个政治性的转化。